我到今天才知道，在潮汕买这样一个鹅的头，价格巨离谱。你猜多少钱？鹅头，那应该正常一根鸭脖就几十块钱吧。这个东西要卖2000块钱，就它只有这个头卖2000块钱，你咬一口要100块钱。为何？我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次要来探索的。所以欢迎和我们一起踏上我们潮汕的旅程，去了一趟潮汕篇，现在开始。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和我一样，还没来到这里之前，都会以为潮汕是一座城市，但其实它是一个地区的称呼，主要由潮州、汕头还有揭阳组成。3座城市加起来的面积大概在1.06万平方公里左右，其实比杭州还要小一些，但是却聚集了大概1400万的人口。那提到潮汕，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数不完的美食，还有悠久的民俗。但是作为广东人的编导和我们说，当你踏进潮汕地区的第一步，首先感受到的一定是这里的慢节奏，还有当地人无处不在的松弛感，就连繁忙景区里面主打快速体验的黄包车也不例外。于是此行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潮州，想带你也体验一下这里独特的氛围。李思维怎么功率下来了？师傅坐稳了，我要加速了。怎么办啊，师傅？他替你骑了，师傅休息一会儿。师傅踩了多少年了25年。25年。师傅，你有没有碰到就是像我们这种想要骑的，不想坐的？你是不是第一次遇到像我们这样抢你车子骑的？25年来，师傅第一次遇到我们这种让师傅坐在后面，我们狂骑。这边感觉要节奏会慢很多。我们这边是慢节奏。我们所以潮州有一个茶文化，就是功夫茶，所以我们泡茶3个杯。永远是3个杯子。你知道3个杯的意义吗？不知道。3个杯的意义就是合起来是一个品字，所以潮州人叫做品茶。哦，品，原来是这样，3个杯子。对，所以潮州的茶文化是很浓的。哦，你能不能试试看，你去硬找那个大爷找一杯茶喝，好不好？好，找一个。就在那，就在那边，你右手边。后谢。你以为还需要找吗？我就一个要求，你们能不能不要靠近我？好，我不靠近你，好不好？我就在这个位置，可以吧？这是安全距离吧？好吧，我去了。好的。他在等待交流。这是什么肉啊？猪肉丸。猪肉丸啊？试一下。这个茶好不好喝？好。茶能不能给我喝一杯？谢谢叔叔。哎呦，叔叔好。谢谢叔叔。叔叔你也请我喝吗？谢谢。是不是潮汕人都会喝茶，都是要喝？那为什么都在门外面喝？这样方便聊天吗？一个就空气好，第二个方便啊。过来想喝就喝，在家里就好，环境不同了。好的，谢谢。我原本还以为让李思维去交朋友能整一点节目效果，让他尴尬，但没想到对于这几个热情的叔叔阿姨来说，路过讨杯茶喝，真的是当地人最习以为常的情景了。听叔叔说，像这样简单的生活才是他们每一天的日常。店铺清晨5点便开始营业，下午3点就收摊了。快节奏时代的洪流似乎永远都波及不到这里。一壶茶一喝就是一整天，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半辈子。就当我们以为简单就是潮汕的底色的时候，潮汕人却会说：“都要改。”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来过？这个是祠堂哎，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他们去看那个祠堂就那个有印象啊。这个应该是汕头祠堂里面属于非常顶级，就造的非常。不是，祠堂到底是干嘛的？祠堂其实就是潮汕人他们自己每一个姓氏，他们要就是祭拜自己的祖先的时候都会去的这么一个地点。一般是每一家每一户每个村的不同姓氏就会造一所祠堂。这就是杨家祠堂，就是潮汕人会把他们的钱花到祠堂上，对，建祠堂上面去，就看你的财力雄不雄厚。雄厚。是的，如果你的财力雄厚，这个祠堂建一个是千万级的。这感觉已经不是千万级了，这个我感觉都亿级了。你看这个祠堂的做工，但这里有点漂亮了。你看上面那个熠熠生辉是什么意思？你看5颜6色。你看这个
它全部是闪着这种辉光的，有细节的。这个屋顶其实是有说法的。这个屋顶是什么对，说法？这个屋顶其实叫做嵌瓷，然后呢，就是把每一个那种有颜色的那种瓷片打碎，然后手工、人工一片一片的粘上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潮汕这个地区以前经常下雨嘛，就你这种木雕啊什么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受不了对，啊受不了。但是嵌瓷它可以维持很久很久。这个是圣杯，圣杯是什么？制圣杯就是向神明请示用的。它不是要掰成2半才可以请示吗？那你请示啊？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什么样是对，什么样是就是这样的，抛下去之后，如果是一正一反，这样就是圣杯，这是一个吉兆。但如果2个都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好，它就是一个阴杯。好的，那如果2个都是这样，这个意思就是笑杯，意思就是说神明说你要再想一下，再想思考杯，再思考一下。明白。是不能把这个问题念出来的，对吧？对，心里默念，只能在心里默念。好吧，那你来吧。心里默念。我们公司还能不能活3年啊？你偷偷告诉我好不好？不会，这是个好事，这是个好事儿。被收购了，被字节跳动收购了。他说不会活3年，那说明有可能是活更久呢。对不对？你想无限和2年，无限，那肯定是无限的概率更大。Infinity。那我在心里，比如我再来测试一下，悄悄讲，我们公司在2030年之前会不会倒闭？然后是这样就掉下来就好了。我现在怎么比大家都紧张？我在出汗。来吧。会。其实以前祠堂的作用就有几个，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根的地方，然后呢，它是一个大家一起议事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它可以有制定一些族谱、一些章程，然后的话，它也是一个类似于一个金融机构吧。比如说以前下南洋，一个家庭是没办法去买一张船票的，所以就需要一整个族群来出资，让他下南洋，让他去下南洋。那假如说他后面发迹了，他会再回来报答他的族群。对，但其实有大部分都会死在路上，会有很多人死在路上。对，10个人吧，10个人下南洋的话，基本上大概只有4个人能到南洋。一个人他在南洋，他就发回了4块钱，这4块钱他要拆散给自己家的弟弟妹妹、姑姑、叔叔、伯伯。但我觉得这样背负的好重啊，就是会很重，每一个人背负的都很沉。对，因为怎么讲呢？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这很苦，他们只会说我为家里做出了贡献，没有让大家受太多的苦。说真的，潮汕的宗祠文化对于我和李思维来说会有一点遥远，但对于潮汕人来说，宗祠上的每一片彩瓷都见证了无数人的背井离乡和衣锦还乡。虽说时至今日，宗祠文化的氛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浓烈，下南洋的经历也成为了历史，但这些错彩镂金的装饰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给了我们一场代表潮汕极繁美学的视觉盛宴。他们说这个是潮汕的毒药，潮汕毒药有2种，一种是生腌，一种是这个，对吧？对，这叫做甘草水果。然后我还加了那个橄榄跟油柑，我也没有吃到。这是油柑，各位，我从来没吃过油柑。好涩啊！我这辈子吃过最涩的东西，比我色化涩100倍的东西出现了。我对色还是很有研究的。你要试试吗？我给你准备一个。哇，这太涩了，我受不了。这么涩的，你刚才吃了1整颗？1整颗，直接1整颗，不要废话。第一口味道下去像生姜，是吧？第2口味道下去像什么？还是像生姜。第3口，我操，不对，这东西有回甘，它甜起来了，好吃。
你觉得好吃？好吃，你觉得好吃？好吃。再来一个，这个人是有意识癖的，这个人是真有意识癖的。橄榄来一个，橄榄。真有意思。这东西回甘，你品一下。哇，这橄榄更恐怖哦！这是潮汕的毒药，这是物理层面字面毒药。你看，就这个表情，你看。你等，你给回甘一点时间，回甘马上就来。我是一个无趣的人，对不起。我喜欢吃木瓜，我喜欢吃菠萝，我喜欢吃芒果。莲雾应该是好吃的，我喜欢吃莲雾，任何甜甜的东西我都喜欢吃。这种怪吃怪八味道一下子给你嘴里来一下子，我受不了。虽说这油柑和橄榄会让你戴上痛苦面具，但是这20多块钱一大盆的甘草水果，我真的很推荐你去尝一下。酸甜咸3种味觉同时在口腔里迸发，是别的地方都很少有的体验。那离开了汕头，我们继续驾车前往揭阳，在这里我和李思维会体验一下一种潮汕极具代表性的非遗舞蹈——莺歌舞。就是在潮汕这边是会有大型的巡游的，我们过年在家里只会听到 T 咪这2声，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的话你自己需要发生一些改变，体验一下。我们来变一变，我们把年味带回杭州，好不好？怎么说？你觉得我们哪一个人变得比较好看一点？你能猜出来我们是什么角色吗？就是其实乍一看会有一种错觉，以为你是孙悟空，我是八戒，但事实上我们演绎的是《水浒传》，这是鲁智深，我是什么呢？我身上披的这个，那我很显然就是那只老虎了。没错，没错，我是武松。我们走吧，我们去看看真正专业的人是怎么跳。我感觉我的世界哇，不得不说这个妆造吧，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有个巨大的 bug，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说，武松不应该戴眼镜。我确实。其实把眼镜拿下来，其实是蛮帅的。是吗？其实把眼镜拿下来，我是蛮帅的吗？自己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是有说法。我把眼镜拿掉会帅很多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获得个能力，就是没有人能跟你直视。我们来玩直视挑战好不好？没有人跟我直视，你得跟我直视，跟我对视，跟我对视，对视。假如说我绷住，跟我对视，你考验李朵朵，对视。你跟观众对视，跟观众对视。睁眼。好，现在开始，录 talking。好，各位好，我是天友，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 Pocket 4。那么现在我们来评价一下，它到底是成还是不成？这就叫专业。AI 都不敢这么算。我们 OK 了。OK， 来吧。我要喊3、2、1吗？好，3、2、1。哇！哇，这太牛了！哦，太厉害了！客观讲，这应该是我见过最震撼的非遗，可能没有之一了。是，真太有气势，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太强了。我们今年就是基本上都是从初1跳到正月15，年初1跳到15，每天跳。然后我们不局限于在广东省，我们可能会今天飞江苏啊，明天飞河北啊，各个地方去跳。对，然后有一些香港啊，然后就是分几个队伍，然后初1跳到15。这我觉得线下过年只要有这个队在，整个过年气氛就不一样。挺希望就是大家线下见到的。对，这个如果线下不见到，你不会意识到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吼声啊，锣鼓的，就是敲击声啊，它会直击你的心灵。潮汕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多传统民俗保留的很好的地区，我真的很推荐你逢年过节的时候来潮汕线下体验一下这里浓烈的节日氛围。教练和我们说，过年的时候整个莺歌队伍能达到上百人，从街头跳到巷尾，还有像烧塔、烧火龙这种让人惊掉下巴的传统活动，只要你去亲眼看过一回，就会明白在潮汕年味是有着具体的模样的。这趟旅途的终点，我们又回到了汕头的澄海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早开放通商的港口之一，也是无数潮汕人下南洋的起点。那或许你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这是因为我们即将去拜访一位年迈的老爷爷，
而他的父亲正是一位当年下南洋讨生活的华侨，而他也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原型之一。您今年高寿，爷爷？95了，95岁，精神这么好。奶奶呢？奶奶90岁了。奶奶90岁，这是我见过最神奇的场景。爷爷，我是爱的。原来李思维在年长的人长辈家里是这样的，这我觉得最搞笑的一点。吃，不要客气。好，不客气，吃。李思维，你一个人插5个签子吃吗？你快给。我们想听爷爷讲讲以前的潮汕是什么样。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潮汕，现在的潮汕我们已经看到都很热情，以前的潮汕是什么样的？不小啊，在我来说啊，我今年是95岁，但是我还没有见过我父亲一面，一面都没有见过，一面都没有。我们一出生，我父亲就到泰国去了。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是30几岁就去了。等到我出生以后，我的妈妈啊，在这个潮汕带着我们几个人，等到我大概是在12岁的时候，就接到我父亲提红裘皮。我接到裘皮之后，我跟我妈妈都哭了，因为很久没有前来，也没有信来啊。12年中断啊。今后呢，我就把这些裘皮这个收集起来啊，保存下来，一直就到1969年，我爸爸过世了。这是父亲的墓是吗？在泰国吗？这是我父亲，这是我母亲。啊，虽然我父亲和我母亲啊在生的时候同床的时间很小，但是过世以后呢，现在呢能够在一起，一起，对我来讲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我父亲对我妈妈非常好，相爱去称为相爱去，称我呢就是称我做兄儿啊，非常的亲切。这都是你父亲的亲笔写的是吧？这是我父亲亲笔写的。我念念好不好？爱吃饭带着相片，真心心为满足，面貌美妙，红豆起酱。从爷爷家离开的时候，其实很难想象爷爷的父亲还有老一辈的潮汕人把自己命运交给大海时候的坚决和无奈，更无法想象爷爷和他的家人是如何盼望着侨批的每一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些100年之前的侨批，里面大多都是写着生活的家长里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击穿时间的力量。所以这就是这趟旅途的终点了。潮汕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值得来旅游，物价不是很高，吃的东西真的很美味，更重要的是当地人热情好客的程度给我留下了超级深的印象，他们人都很好。那么下一期去了一趟系列，我们该去哪儿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